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以爱未营被人民文娱点名，不是夸是批评，言辞直戳剧方肺管子。我的人间烟火让顶流明星杨洋跌下神坛，被誉为小刘亦菲的王楚然，如今也只剩下了白周姐这个标签。我本以为这部剧就已经称得上是年度最烂，将会一直被钉在耻辱柱上，直到很久以后才能出现一部烂出新高度的剧作将其取代。然而仅过去短短3个月，杨洋都要直呼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为啥呀？因为以爱未营他来了，他带着歹毒的运镜走来了。不过起初观众以为运镜剪辑才是这部剧的最大硬伤，殊不知等待该剧差评的原因还在后面呢。王鹤棣爹味十足的霸总形象，白鹿土的掉渣的服装搭配，还有2位主演被配角吊打的演技，属于这部剧的尴尬之处远不止如此。眼下就有以爱未营女主3关、以爱未营降智、电子刊颠簸等好几个相关词条挂在热搜上，这部剧到底为啥引起众怒了？说实话，以爱未营的导演和编剧是懂得流量密码的，知道现在流行大女主人设，可却不明白自己烂俗且恶臭的思想观念根本拍不到点子上。女主郑书意要做独立女性，前提就是发现男朋友出轨小三，幡然醒悟。好家伙，一张嘴就是老裹脚布了。她甚至连冲上去质问对方的勇气都没有，灰溜溜的淋雨回家。但等到心灰意冷之后，这姐就开始喊口号了：我不会为了爱情影响事业，也不会为了事业牺牲爱情。那你干嘛要为了报复小三准备去撩拨人家的小舅舅？在女主视角里，小三的小舅舅应该是司机孔连顺那样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啊。但人家决定要勾引时可没有犹豫，当他敲开劳斯莱斯车窗的那一刻，根本不在乎里面坐的是谁。又当又立，脸不疼吗？而且女主所谓的事业心，不过就是一心要创办电子刊。但咱也不知道为啥这个时代里，全世界都要拦着她做这件事情。更离谱的是，她为这个电子刊做的努力就是依靠男主，利用男主，跟男主冷战后也没有关系，毕竟她还有男备胎可以选择。有网友辣评女主的爱之靠说，就像她的美貌一样，不说观众不知道，根本看不出来。独立女性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也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行了。当女主坐在餐桌跟男主一起吃火锅，人家外甥女出了车祸，她拦着男主不让对方过去，还委屈巴巴地说没关系，你去吧，我自己可以把火锅吃完，然后一个人打车回家，你放心去吧。但凡换成女配角说这种话，粉丝估计都要大骂一句死绿茶了吧。换成女主却能接受，别太双标了。她就算再不喜欢对方，这种时候也不应该摆出这样争风吃醋的娇妻嘴脸，男主也不该真的坐下来陪她继续吃饭。这2个颠公颠婆确实挺般配的，还是锁死，别再出来霍霍其他人了。可以说以爱未营被骂上热搜真不冤枉，毁3观的剧情和离谱的人设都在观众的底线上反复蹦迪。这部连人民文娱都看不下去了，亲自下场发文点评，都说什么了？人民文娱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下对这部影剧的一些争议：桥段悬浮，与现实割裂，对记者职业的粗糙刻画。比如女主利用职业的方便，通过采访去接近男主，不小心的肢体碰撞让他内心小鹿乱撞，竟然一时间忘记了自己要采访的内容。还有在稿件审核结束，就因为霸总的一句话，所有的工作进度重新调整。这些情节设计放在知名财经记者的身上都充满了违和感，也让不少新闻行业者感到心里不舒服。
而且剧情里有着大量吹捧女主颜值的台词，不少配角也要故意降智去引导大家对于女性长相的刻板印象，像是在厕所吐槽女主，结果被当场抓住；又比如在大庭广众下，女主为了对女配直言：“我要是靠美色行工作之便，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的站在我面前？”这些情节其实都脱离了现实职场吧。当你吐槽这部剧有一种烂俗偶像剧的感觉，粉丝则洗白这不是一个注重感情线的设计。但当你吐槽这部剧职场部分太悬浮，粉丝们又开始说你在偶像剧里较真这些地方太无聊。合着什么话都让粉丝说了。电视剧好不好看自然要听大众的呼声，差评一片不是没有理由的。人民文娱总结道，一些影视剧的职场描写总是被观众诟病脱离实际，更有网友指出又是一个没有上过班的编剧，其本质原因仍是创作者对行业、对现实、对生活的观察不够，研究不够。这一番评价真是言辞直戳剧方肺管子，虽然犀利，但却揭开了当下都市题材创作的关键问题。前有我的人间烟火里宋焰与许沁在地下停车场这种密闭环境里玩灭火器，后有以爱卫营将记者、新闻行业进行抹黑。国产都市剧想要站起来，麻烦先让创作者下凡看看真正的生活吧。以爱卫营称得上是当下都市偶像题材的一个反面教材了，本身就是千篇一律的霸总设定，却还想要在其中表现出独立女性的风采，最后也只能是不伦不类，让人难受。其实观众对于这个题材并没有抱有太大期待，但如果打着职业、女性这些旗号，那就自然要接受大众的质疑。眼下电视剧已经临近结局，但网络上口碑却翻车了，尽管热度成绩不错，可想要实现逆袭，赢得路人缘，恐怕没有希望了。这也给其他创作者提了一个醒：国产剧可以接地气，但是不能接地府。保证了演员阵容，却不能保证还原角色，不能保证逻辑在线，不能保证三观正向，终究要失去观众的青睐。那么对此你怎么看？